下呢，我们越过这个白色绳子的时候，先帮我在右手边这一侧有一扇门，前面稍等我一下下哈。那这其实呢是要先跟两位介绍一下，我们海参馆经营模式其实是属于 BOT 经营模式。简单来说就是公办民营，政府来委托我们海景世界这个公司，来去。首先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先跟两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带两位来导览珊瑚文物馆后场与你同行的导览员，我的名字叫做邦尼。等一下有任何问题直接跟我提出来就可以了。台湾海峡的水对海参馆来说非常重要。海参馆里面的水有3成就是抽取台湾海峡引进来使用的，那剩下的7成呢是我们馆内自己的内循环。那这个内循环当然也包含那3成里面的水，也没有错。所以台湾海峡对海参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刚进来的鱼。就是刚进来的鱼同事，又或者是刚出生的鱼苗宝宝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跟任何的展示缸，跟任何的缸体都保持一点点距离，尽量不要去手扶在上面，然后也不要拍打它们，不然它们可能会受到惊吓，因为它们可能跟人类还没有那么熟悉。好，再来是最后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拍照录影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海水和渔港鱼市场的味道。好 ，OK， 那这边是可以画进来的。好，这边味道更浓厚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可以看到呢，在我们后方这边有一大池水。好，这边就是海底隧道的正上方。那想问一下，两位在刚才有先去逛过前场这个地方的吗？还没逛过。没有那么多，可以做3段。因为我知道一个是这样，一个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一个。哦，它的那个沉船。对，沉船没有错，沉船是在第3段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等下走出去后面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到中间那边就有一个手扶梯，所以那边是第2段。好，所以第1段它就是在最前面那边，那边我们看不到，那边我们看不到，应该是管制起来的。OK， 好，那刚才呢有跟你们简单介绍到，我们海参口水是什么？应该也是因为电视上有看过，应该就是也是有些是受伤的嘛，有吗？对，也会有受伤的鱼，然后我们把它照顾好之后再放进来。这个是有的，也是就是从外面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大量都是从外面的嘛。没有错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像是烘鱼啊，其实烘鱼是一种非常难人工饲养的鱼类，它也很难在这种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自行繁殖。可以坐到那边，然后再由饲员再将它们从上面往下这样放下来。那可以看到在中间段这边的下方有一个蓝色的缸子，有一个蓝色的圈圈，那个叫做适应池。那是刚进来的鱼啊，它们会先住在那边适应这里的环境。那适应好之后呢，才会进到这么大的水池里面。因为呢，它们不会一进来的时候就马上进入这条像那个轨道一样做。第1缸里面的鱼类呢，比较杂一点点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。好，刚进来或是刚出生的鱼啊，它们会先在这种透明的缸体里面。好，那像是我们现在看到中间这种鱼，它几乎没有在游泳。好，那其实这种鱼它这个字太难记的话，没关系，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绰号，它叫红眼玫瑰。因为没有发现啊，它身上的纹路，绿色的，眼睛红色的，很像玫瑰的花的配色，所以它叫红眼玫瑰，还蛮好记的。那跟它游在一起的这些同事，蓝色的，那它尾巴呢是黄色的，它的名字也很好记，就从它身上的颜色来去记就可以了。它叫做黄尾蓝雀鲷。名字很好记哦，很自然而然的食物链嘛，但是你在海参馆有看过大鱼吃小鱼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味，因为有味，有在喂，但我们喂的不是饲料，我们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喂的一样是喂鱼，但是不是这一种有在它旁边游泳的，所以你在海参馆不会看，几乎不会看到大鱼追着小鱼跑，我们喂它吃的呢是每天饲育员上班之后，就要开始切的饵料块。已经处理过的鱼肉块，然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喂食它们吃固定的饵料，固定的量，固定的时间，然后从这边丢下去，这个过程叫做训饵，会让他们习惯吃饭这件事情，而且同时也是把他们喂得懒懒的，他们就会知道说，每天固定这个时间就有饭吃，那我就不用那么辛苦，还浪费体力，去追他的同事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OK， 那我们走过来这边来看一下。
在下方这边呢，会有一只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它的尾巴这个地方游出来了？好，但是它的头在另外一边，这边还有另外一只，它是另外一只哈。好，那你觉得它是哪一种生物？鳗，没有错，正确答案哈，它是属鳗，好，就是我们一般在海产店里面常听到的鸡模，好，讲的就是前鳗就是它们。住在礁穴里面，你会觉得它是头先进去还是尾巴先进去？尾巴先。尾巴先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比较不用还要翻转。比较不用还要翻转。但是你想今天如果它要进去的那个礁穴里面住一只螃蟹，然后尾巴先进去会发生什么事？被夹。对，会被夹到，所以它其实是头先进去。是头先进去，然后因为它身体很软的。好像斑马一样条纹的这个花纹，好，那它比较特别在哪里呢？除了它身上的花纹以外，它的牙齿跟住在楼下的裸胸唇不一样，它的牙齿是一颗一颗平板状的。好，那它有浮游生物，那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浮游生物。浮游生物可以分成浮游植物跟浮游动物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浮游植物，其实指的就是上面的这个泥鳅藻。好，那泥鳅藻要培养其实非常简单，就用下方的液态肥。有去逛过园艺店吗？园艺店会卖很多植物肥料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就是这个。我们把它用的液态的，然后再去培养这些泥鳅藻。那培养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采集起来，喂给我们的浮游生物。那其实浮游生物的定义，其实就是呢，它的移动能力不强，所以它需要靠水流来帮助它移动。所以两位可以帮我猜猜看，这世界上最大的浮游生物是什么？这边宝宝的话，应该对它就不陌生啦。因为我们皮老板就是老鼠类的一员，非常非常的小。OK， 好，非常小。好，再来呢是比较大的丰年虾。丰年虾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旁边这边看一下丰年虾。好，上面的这个。所以是看。对，我可以递给你看。等一下，所以是要开相机。对，然后帮我转到前面的那个镜头。好，那你帮我平放。好，那我往这边平。看起来没什么，等我一下。我重用一点，看起来没有组织。它们看起来不太会动，橘橘的。对，这个就是丰年虾，对，没有错。看起来只有1、2只。它因为这个瓶子里面一点一点的，这个像灰尘的，其实这个就是丰年虾。所以它原本真实的大小就这么大而已，原本真实大小就这么大。所以刚才放大看，你有觉得它很大吗？其实好像也没有。对。因为刚刚我就是看到，就一点。对，就一点一点。现在它在这里也是一点一点的。没有错，这是丰年虾的真实大小哈。好，丰年虾其实蛮特别的，它的卵呢是可以呈现休眠状态。而且它在呈现休眠状态如果说我们以干燥的这个后，是不是喂完要洗手？好，那我们要洗手，我们有2个洗手台可以使用。珊瑚汪不管了，它会吃些什么样的食物？来到我们的珊瑚王国，那我们这边呢会放一些饵料，那是我们平常会喂食的一些食材。那我们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。那一个看到这个一开始循环就是我们的藻类。那我们这个绿藻呢叫虎牌。那平常秋冬的时候，你在岸边的石头上、潮间带都会看到，那很多。那因为呢，我们基本上珊瑚礁的鱼类不是完全只吃鱼肉和虾子，它们也要补充一些蔬菜。所以呢，我们定时都会去采集这个。但是刚开始应该是我们采的时候都还 OK， 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破坏了那边的生态，因为我们的鱼呢比外面还要多好几十倍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鲨鱼和石斑鱼通常是夜行性，在小鱼睡觉的时候会去找它们，所以它们要多好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让它吃太胖。那另外呢，这个秋刀鱼呢，就是因为它油脂含量是我们这边最高的，所以呢，主要是给白金可以吃对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是会贴着墙壁，贴着墙壁来去吃的。这个这边有一个鲨鱼，好，非常好，那你可以拿个饵料，它好，每次多用快一点，我们会觉得蛮多的。然后我们等下后面会喂鲨鱼，给大家去喂鲨鱼。这边喂完之后，我们先过去喂鲨鱼。
食的时候，尽量可以先泡在水里面一下下，可以尽量先泡着，让动物稍微闻一下味道。那住在这边的啊，基本上看到肚子大大的，都有一点点像是怀孕的。对，那个应该是。那他们如果不想理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去看一下图里。对，那个是鲨鱼宝宝。一只可以喂，这家伙可以直接丢下去。我有吃了，有气场。有这一只也有气场，好，这一只的反应比较热烈一点。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有哪一些鱼究竟会把这些食物给吃掉。好，因为它们的嘴巴也是在下方，所以其实它们是像吸尘器一样，对，去吸这些鱼肉块。可能等到底部的时候，它们才会把它吃掉，这样。这边都是比较小只的。我们刚才啊，在试音池里面就看到这两种鲨鱼，就是整条灰色的，整条灰色的这一种呢，叫做点纹狗礁，它叫点纹狗礁。在它小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身上是一节一节像竹子一样斑纹的但是它是黑白色，它是黑白色斑纹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种一节一节的，它是斑竹狗礁，它从小到大都是这个花纹。比较特别一点。那像这种白灰色这种，对，它是点纹狗礁。它长大之后，它身上的花纹会逐渐。这次比较暗，所以这边呢看起来都没什么。这边到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会鲨鱼呢，其实有3种生产方式。一种呢是卵生，再来呢是胎生，还有
面看到的这种小鲨鱼啊，它们都是最厉害的那一种哦，因为它们一出生就要自己撞破那个卵鞘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去敲敲看，哎，啊，它们。可以先放在下面，对，等到它们来吃，好，都是 OK 的。我先洗澡，对对对。就会一直去蹭这个卵黄囊，然后去吸收里面的营养。吸收完之后呢，它准备成熟了，它就会自己种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摸摸看卵鞘，来敲敲看。最大颗的这一颗是大尾虎椒的，嘿，很硬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的硬。树的那个种子。对，没有错，非常的硬哦。啊，这两颗呢就比较软一点，所以这个就是点纹果椒或者是斑竹果椒的。比较硬一点点，啊，但其实它是可以捏起来，它捏起来是有一点软软的，但是敲起来又是硬硬的，其实也可以敲敲看，敲起来是硬硬的，啊，这个呢我们没有额外加工，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干式标本这样子而已哈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看完鲨鱼的在耳塞里面，这边有，上面也有，一颗一颗的，像是女主外，男主内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爸爸从刚刚到现在，自始至终都在家里面，他在干嘛？好像在欺负那些卵，但其实不是，没有错，他在整理那些卵。他会用他的胸鳍不断的去扇那些卵，那不是在打他们哦，是因为要去扇水流，让水流快速的通过，确保他们变单亲家庭。好，其实不会哈，这个时候呢，小只的小丑鱼，爸爸。它会再一次性转变，变成女生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它是群体里面最大只的，因为最大只那只原本的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它已经是最大只的了。对，所以它不会再变。它不会再变大，但是来去繁衍他们的下一代。所以在他们的社会环境里面，其实是有无数多个板凳球员的哦。好，还非常的酷哈。OK， 那我们看完小丑鱼之后呢，我们简单的来看。小时候的满脸，可是它怎么那么的短？那么短？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哦，因为他们是小朋友，很长的。对，楼下的是大朋友，已经劳教了哦。这个刚进来是菜椒啊，这个满脸不要看他们这样好像很害羞哦，其实他们很恐怖。晚上啊，就是我们的灯都关掉的时候，他们很特别，他们就会全部散开来。因为他们有负趋光性，他们看到光会怕，所以他们会全部聚在一起。但没有光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全部散开来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海底隧道的正上方。刚才有跟你们介绍到，这个是谁还记得吗？如果是看到头尖尖的，像鸭子的嘴巴一样，那一种比较大型的燕通，它叫做眼斑鸭嘴燕通。好，在海参馆的这个海底隧道也很多，那边就一只，没有错，它就是鸭嘴燕通。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家族的燕通它们的体盘是呈现圆形的，在海底隧道里面比较少一点点。我们海底隧道里面是红曲，是燕红比较多。结果一想它马上来，那一只，它的体盘是圆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尾部有点比较特别一点，它叫麦氏条尾红。那因为呢，它的名字很难记，对不对？那你有留意到它的上背部有什么花纹吗？好像一点一点白白的。很像大理石一样的花纹，所以它名字其实很好记，它就叫大理石红，很好记哈。好，那么下面这一只上背部是赤土的颜色，所以它就叫赤土红。所以其实基本上鱼的名字都很好记，就是用它身上的颜色来去简单的来去辨认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之前海底隧道里面的麦氏条尾红，其实叫
较特别一点。我们海参馆的石斑鱼都很特别，它们都是从龙岛灯哈。OK， 那我们在海底隧道的龙胆石斑啊，其实它有个名字，我帮它取的，它叫清蒸。好，这不是那个红烧清蒸的清蒸哈，是因为呢，我们希望啊，它下辈子可以当心灵的风筝，因为看起来笨重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小河豚诶，河豚小时候超可爱的。对，你们可以用手轻轻的从展示缸上面再滑下来。有试过，有试过，然后就发现到外面的这边啊，其实是平滑的，但是你这样看展示缸里面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刮痕，它是在展示缸的里面，他们弄的。对，他们弄的。